从知道我怀了3胞胎到怀孕的这个过程，那时候很迷茫，一点概念都没有。但是我告诉我自己，我既然能创办一个社会企业，要相信我自己的学习能力。怀3胞胎的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低。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：“哎呀，恭喜你啊！哎，怎么这么多？1个、2个、3个。”那时候我都听傻眼了，这3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跟我妈妈说，我怀了3胞胎。她不是说恭喜你，她不是想说她要当阿嬷了，她直接吓到了，她说我要被雷劈了。我们后来去了好多家医院，每一个医生都跟我们说，怀3胞胎的风险真的是很大，那甚至她能不能成功顺利的生下来都不一定。那对妈妈来讲的话，从妊娠糖尿病啦到癫痫啦，还有各类的这个风险其实都很大。他们就跟我说，其实你没有其他的选择，你只有减胎的选择。而其实减胎就是需要将一个针刺到肚子里面，在3个当中要选1个宝宝，就是要结束他的生命。我就问医生说，那有3个宝宝，你怎么样决定？那医生说，可能就是肚皮上的那一个，他就比较倒霉吧。我跟 Chris 我们2个人想了，我们祷告了，我们觉得说我们就要凭着信心，我们决定要3个宝宝都要生下来。其实很多的医院的医生根本不太敢当我们的妇产科医生，所以后来我们到了和心医院，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创办人苏医生，他看到我们的样子，他跟我说，其实怀3胞胎的风险你们已经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了。他说那既然你们知道了，那你们下了这个决心要生下3胞胎的宝宝，那我们就见招拆招，我尽我最大的能力，让你们能安全的把这3个宝宝能生下来。其实有很多我们无法预测的一些风险，你自己要有一些心理准备。那后来呢，在台湾也遇见了美如老师，她自己也是有她的3胞胎，那她更是在她的阿嬷庄舒淇博士下面，她有一系列的这些养胎的方法。那时候网上有疯传一个在哥本哈根的3胞胎妈妈，有记录了她每一周她肚子有多大的一个照片。看到那张照片，其实我自己是吓死了，因为她的肚子真的是非常大，我们无法想象我自己的肚子要跟他一样大，我也无法想象我肚子宝宝到底能在我的身体上面，我们一起到底能撑多久？到了28周，其实已经过了一个生死线。其实我很幸运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走路到医院去的。走进台大的那一时刻，其实我感觉好像我是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，我说是 one way ticket to parenthood。在最后产检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在35周。那时候台大的实医生跟我说，其实宝宝35周可以出来了。我跟医生说，其实我还可以撑更久啊。他说其实不用撑了，再撑的风险会更大。那你就选一个日子，我们来剖腹产。那我就选了8月21号，那一天是我觉得是35周的第一天，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一天让宝宝出来吧。我身边的朋友觉得有一天我当妈妈的时候，一定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状况，因为他们也无法想象，可能在他们那个眼中，我就是一个创业家，我就是一个冒险家，我常会去做人家不会去做的事情。所以我后来生了3胞胎，他们也没有很讶异，他们就觉得说你就是会去做那种其他人不会做的事情。那有了3胞胎，其实也不是我的选择，但是既然他们选择了我们，那我们就努力的要当最好的一个父母。我14年前呢第一次创业，其实我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很爱创业，在这栋楼里孵化过很多新创事业。那时候每一层楼都是不同的办公室。那我在台湾创业的时候，因为每一季我们都有牦牛绒的新产品，我们就在这个空间开始了Showcase 在台湾的一个据点。牦牛绒毕竟是一个保暖的一个材质，台湾的天气呢都还是比较热，所以 Showcase 呢更是以一个季节性快闪店的方式在台湾做呈现。回忆这1年的时间其实很快就过了，从知道我怀了3胞胎到怀孕的这个过程，生完了3胞胎之后，其实就在思考我要做2度创业，而且这次创业的话要以小朋友为中心。那我就想说，其实在这个空间这么方便的一个地点，就在忠孝新生的2号站出口，我们想要打造成是一个家庭共学空间，从父母到长辈小朋友都可以过来学习，它是一个快乐享受的一个栖息地。所以我们就利用抓周的时候，把这个空间做了一个大转换。
因为朋友的小孩也很多，我们在构思这个空间，它是不是能容纳在不同阶段的宝宝，有从3到6岁的宝宝到0到3岁的宝宝，很多爸妈都要带他们小朋友去各类的才艺班，可能又要去上钢琴，又要上绘画，又要上数学，都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。那家长以小孩为中心的时候，其实会忽略到自己的一些需求，他可能自己也有健身的需求，要有休息的需求，跟朋友聚会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希望打造这个空间呢，就是变成是一个整个家庭都能过来，各自有各自的学习，让小朋友有专属小朋友的空间，大人有专属大人的一个空间。所以其实在抓周的时候，或许也是一个试水，让我们了解这个空间的一个应用。我们在计划我们这次3宝的周岁 party 的时候，发现台湾有这样子抓周的一个传统。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在美国长大，其实也没有经历过抓周，反正好玩嘛，就是不如按照这样子的一个习俗走。这一组呢是宝宝出生在大概第2周的时候，这张的话是 Caden， 然后这张是 Karis， 还有是 Caleb。我是超级阿嬷。这个阿嬷呢，早上4点多就起来要照顾3宝。那个时候我跟妈妈说我有3胞胎的时候，妈妈听到觉得哇很讶异，天打雷劈。那我们现在很开心，1年后可以有这个机会来一起庆祝。卡达昂古贵，福气长寿，戴上礼帽。希望呢，立和在未来的人生呢，可以做一个勇敢的人，勤劳勤奋，苹果平平安安，精打细算。他都要先尝一下味道。今天5CV 家族我们这3宝的抓周 birthday party 快结束了。我们在安排流程的时候，我们想说每一区要给不同的小朋友玩，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。但是好像一开始了以后，小朋友都玩得很嗨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能之后我们自己看影片也才知道今天发生的回忆。那希望今天小朋友他们也很开心，虽然他们不会记得今天的这一幕，但是以后看到 video 的时候就会记得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错的菜，然后有点热。也希望大家也玩到开心。然后，那 C Daddy 呢，已经要回去喂3个宝贝喝奶了，因为时间到。这个小孩子肚子饿呢是不等人的，所以就这样子啦。其实前几天在准备这个3个宝贝的抓周 party 的时候，自己也有很多的一些反思，很多的 reflection。他们的抓周除了是在庆祝他们1岁以外，其实也是在庆祝整个家庭，我们5C 家族我们所经历的这么多的事情。其实如果我回想我之前的生活，我是个创业家，我在一个地方有待到3个礼拜，其实就是很多的，常常都是飞来飞去，去工厂、去藏区、去客户那边去做各类的事情。当知道有3个宝宝要进到我们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知道，不是他们要融入我们的生活，而是我们要融入他们的生活。那我们的生活要怎么样去改变？我们是不是要转换跑道？我们是不是要有新的创业？我们是不是要有一定的一个新的开始？我们希望以后这个空间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、更多的老师、更多的家长，变成是一个社群，然后让家长进来的话都可以有各类的学习。希望这个空间能给更多家庭带来更多的快乐。所以我们希望各类的老师也能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共学，跟我们一起开班，来服务更多的家庭。如果你是爸妈想要带小朋友来这里玩，我们也欢迎你在这里一起
跟我们来做共学。我觉得我希望这个空间它是一个可以学习的，是一个享受的，是个快乐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还在筹备的阶段，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想法的话，也欢迎来留言跟我们来交流。我今天拍这支影片呢，或许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记录，也记录他们三宝的周岁。但是同时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人在问我们三胞胎到底是怎么养的，所以我想说就拍成一支 YouTube 让大家来看。那以后呢，如果你还很好奇我们是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三胞胎，或是对这个空间有兴趣，想要知道这个空间的一些人事物的话，那欢迎你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谢谢。